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他们是让国际称赞的台湾象征，也是台湾人民的温暖后盾，他们就是铲子超人。而这个铲子超人这个词很可能就是2025年的台湾年度关键词了。怎么说呢？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件事。第一，铲子超人是从哪来的？那整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二，铲子超人为什么会感动国际社会呢？第三呢，同样是洪灾频繁的中国，为什么没有铲子超人呢？不过现在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呢就能收到我们的新节目通知了。台湾花莲县光复乡在9月23号发生了堰塞湖溢流，造成了当地被庞大的泥石流给淹没了，造成至少18人罹难，上百人受伤。那洪水退去之后呢，现场留下厚厚的淤泥堆积在住家里面和马路上，居民们望着残破的家园，不知如何重建。那台湾政府也立刻下令军方出动支援救灾，但是由于灾情惨重，受灾面积太大了，人手还不足以支援全天候的灾后重建。就在这个时候，大批来自台湾各地的民众自发地搭着火车涌进了光复乡，他们带着铲子、扫帚、雨鞋和各类的工具，主动来帮助灾民们清扫淤泥，复原家园。他们为灾民带来了希望，那铲子超人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铲子超人们呢，来自了各行各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他们是军方与专业救难人员之外最重要的民间重建力量。还有大批民众组成了义煮团，在现场免费的煮饭，为灾民与志工们补充满满的爱心与能量。而且许多台湾知名人物、外籍人士，还有艺人、模特等等也都纷纷来到灾区，加入清淤重建的行列。甚至还有人专程从日本、韩国赶来，只为了帮助灾区重建。那感觉这一刻整个台湾是被一股温暖的力量紧紧地拥抱着。即便到了中秋节连假，许多超人们没有留在家里跟家人团圆，而是到了灾区与灾民来过节。那截至我们发稿为止已经有17万人搭火车来到光复乡参与重建工作。那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光复车站1年的出入旅客人数了。那更重要的是这群来自全台各地、来自各行各业的超人们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义务帮助灾民。有灾民想要包个红包来感谢超人们，却立马被回绝了。不行，没有，我们没有要收。你给我钱的话，我们要帮你把交回去。那超人们不只出现在灾区，即便没办法亲自到现场救灾那各行各业的民众也都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为灾区重建来贡献心力。你要去救灾对啊。哦。这样多少？算我的。这么好？算我的。谢谢。没关系的。谢谢司机。拜了超人。拜拜。别叫各位超人们起床的，也代表列车即将抵达光复站。各位今天可是起得比公鸡还要早呢。最困难的你们已经先做到了，相信今天没有什么可以难倒各位超人们的。那这群铲子超人牺牲他们的假期，买了车票，主动到灾区来默默地奉献他们的心力，只为了帮助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们尽快地走出阴霾，早日地回归正常的生活。好，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没有工资，没有荣誉，又没有补假，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志愿来灾区呢？原因竟然是出在一位卤味摊的老板身上。他也是个受灾户，在清理家园的时候他拍个视频，想要苦中作乐，那没想到却带动了10几万人变成了超人。我跟你讲，来花莲真的是很简单，这全部是泥巴，又不用买门票。我们去火车站买一张直接直达光复的火车票。来这边找一户喜欢有很多泥巴的地方玩泥巴，晚上7、8点再买一张火车票，然后再坐回去家里，然后就是洗澡睡觉，就是这么简单。不但如此，还有超过25万人捐款赈灾，
短短10天之内就涌入了将近10亿新台币相当于3300万美元的善款，将由中央政府来进行管理跟使用。那铲子超人们的义举呢，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但有日本、韩国媒体纷纷报道，远在英国拥有200年历史的知名媒体《卫报》呢，也派记者到现场采访，把台湾最温暖的风景线带上了国际舞台。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由衷的向各位铲子超人们致上最高的敬意。也许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有这样的超人。那我们也由衷的希望光复乡的重建工作能够早日的完成。不过呢，我想顺便说一下，为什么铲子超人会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与感动呢？西方社会不是也有很多的慈善团体跟志工团体吗？对，没错。但是首先呢，台湾这次10几万人出动的规模呢，而且还历经2周的时间，还能够保持这么强大的动员能量这是非常罕见的。你想一想台湾才2300多万人，可是呢，却能够有10几万人主动的到灾区救灾，那更有无数的人在幕后出钱出力，共襄盛举。那这个善能量的密度之高之久确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更何况铲子超人们绝大多数都是自动自发的出征，或者是一群朋友揪一揪就出征了。那简单的说呢，超人们是靠着心在动员自己，不是被名利动员的。那这充分展现了台湾人民拥有传统的善良与道德，大家呢都有着一颗人饥己饥、人逆己逆的心，才能够这样无条件的为他人付出，做出这样的善举。而且在这次的救灾过程中呢，也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说受困2天幸运获救的6岁女童小怡。只有你一个人吗？没有，派一个人下去。还有没有其他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小怡能够成功获救呢，不但是奇迹，而且呢是干姑父跟干姑婆用生命换来的希望。他们知道大水来得太急了，所以疑似用叠罗汉的方式把小怡送到靠近屋顶的梁上，最后呢却牺牲了自己。那他们虽然跟小怡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无私的大爱却让一个年轻的孩子幸存下来了。还有一只流浪狗在泥泞里呢，默默地跟着救难人员的车辆走。那救难人员决定把它救起来，让它获得了重生。最后，这条狗还顺利地被人认养了，展开了新生活。所以这些小故事都体现了台湾人民的善良跟大爱，对生命是不分贵贱的尊重与珍惜，才能够自发地调动这么巨大的善能量，才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感动与赞赏。那也因为这样，当地的原住民才会盛装跳舞，用他们最高规格的服装与舞蹈来感谢超人们的温暖与帮助。不过，我想特别提一点除了铲子超人之外呢，还有一批上万人的迷彩超人，值得我们感谢与尊敬，就是台湾的国军人员。他们不但要深入那些一般志工去不了或者是不能去的危险地带去救灾，甚至呢，他们为了跟志工们形成24小时衔接，所以呢，选择在夜间工作。而且为了不跟百姓争夺资源许多军人只能够现场睡在土堆上来休息。那他们不舍昼夜的在最前线救灾、搜寻失踪人员不是为了掌声，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回家，不管是活着还是长眠了。因为呢，他们的家人都在等待着。所以呢，我们也在此向这些迷彩超人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或许呢，有人会问了，现在像中国的广东、广西也是因为台风嘛，发生了严重的洪灾。那中国有10几亿人口，怎么都没听说过有铲子超人呢？那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答案呢也很简单。第一个原因呢，是中共当局非常恐惧有太多的人民集结起来，会形成他们眼里的不安定群众力量，会让他们感到威胁。所以中共才会在任何的宗教企业或社团里头安插他们的人马来监控人群。那特别是救灾，很容易会引起灾民跟志工的悲伤和对政府的愤怒。那如果几万个超人去救灾，救着救着就突然变成了反共革命那还得了？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官员也会阻挡外地人员进入救灾，因为为了保障自己能够从灾后重建的利益里面拿到好处。其实你去看这些年来，中国民间呢还是有很多人或者是慈善团体愿意出钱出力去外地救灾，但是呢却经常被当地官员用各种理由给阻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外来救灾的力量可能会挡住领导的财路。比方说呢，前些年疫情封城的时候，就有许多地方传出来说外地送来的菜被官员给扔掉了，要求当地居民一定要跟特定的厂商买菜来吃。这就是因为这背后有官商勾结发国难财的大饼在里头。那第三个原因呢，也是地方官员甚至是中央官员都会阻挡，为了避免灾情的真相跟惨况外泄出去。大家知道，中共当局现在是报喜不报忧，还有呢丧事喜办，所以不管灾情有多严重，都一定要压缩在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以灾情的真相往往是官方数据的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官员担心如果真实的灾情泄露出去，那么一定会引发强烈的民怨跟批评，那就会官位不保。那官位不保呢，贪腐来的利益就会不保了。所以当然要拼命的阻挡外人进去灾区来看真相了。所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长期受到压制呢，其实是跟中共的高压专政密不可分。所以官员们不但要阻挡外来人员进入救灾，还会经常装死，不敢在第一时间到灾区去看灾，要等到雨过天晴了，才带着媒体到灾区来装模作样，摆拍个1-2下。说到这里你可千万别误会我讲的是中共官员不是讲这个人被现场志工酸，傅昆萁一脸尴尬笑，最后拿起铲子走进民宅挖土铲泥。还有的中共官员呢，是要等到高层领导来视察了，才会赶紧装救灾演给领导看。我知道你一定又误会了，我不是讲这个人赖总统5号到光复乡勘灾，花莲县长徐正伟也跟在周边，但是他突然跟路旁志工借铲子开始铲土，铲的还是志工从水沟挖起来的淤泥。徐正伟从电线杆左边挖到右边，用意不知道是什么。总统赖清德从后方经过，只看了他一眼就继续往前。徐正伟勘灾到一半，突然开始救灾，也被网友直呼是不是老师来了才开始打扫。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也感谢每一位铲子超人跟国军超人，我们下次再会。